制冷机开不了，不找修制冷的，找个电工来修。看一下什么故障。它是和里面的设备联动的，就是在里面打开制冷机，外边制冷机显示屏通电正常，然后就自动开始运行。下边压缩机还有水泵，还没启动就没电了。跳闸了，漏保跳了，那这个制冷机有问题。修这种制冷机应该找个修制冷的。既然找到我就查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启动不了。这里面怎么还漏水？打开这两个螺丝，这后面有主电路。这东西是水冷的，是靠水泵的循环来给设备降温。排风扇的电容、压缩机电容、主电路板、两个固态继电器，就这些东西。这下面一个压缩机，一个水泵，你猜是哪一个有问题呀？压缩机、水泵都有可能。下边是输出水泵、风扇、压缩机，上面是进的电源线，220伏。跳漏电保护器，我是怀疑它漏电，也别管这是什么线，先测。这刚一上表都显示漏电，在不拆线的情况下，还要测哪漏电，测这些输出线、风机的、水泵的、压缩机的都显示漏电，怎么可能呢？拆掉这些负载，就是后面带这些风机、压缩机还有水泵的线，我猜的是从电路板出来这一块线，好拆好装，线头少，这样与其他回路都分开了。看是风机还是压缩机漏电。上面是水泵，水泵不漏。测的下面风机、压缩机都不漏。那它的输入线呢？这是过来的零线，零线漏。零线漏是因为这个主线我没拆吗？进来的主线我没拆。测的主线是漏电的，那就全拆呗，全断开再测量。再测这个零线，显示漏电的。测这根火线，它有回路，所以它也显示漏电。那就捋一下这个零线，现在是与压缩机这些电路都是断开的，都是拆下来的，它还显示漏电。那就捋一下这个零线，这个黑线插在电路板上，然后又往下走了，下边还有电路，下边的线还挺多，也不知接的什么电器。接下来怎么搞呢？拔掉这个插头呗。拔掉插头以后，我再测一下这个零线，测零线与设备外壳，还是漏电，也就是说是下边电路的问题。这个黑线在这有个并头，接线头里边这是几根线？2根、3根，3根接一块了。我在想还有什么电路能用到这个零线呢？电磁阀顺着这个黑线往哪捋，往大水桶外边来了。打开这个外罩，找到了这个黑线，一黑一红，这是接的什么呀？接的加热管。它这个设备不但能制冷，还能加热，它这不叫制冷机，叫恒温机。那这加热管有问题啊？我知道了，这个加热的红线就是这个火线，是从这个固态继电器，就是这个东西叫固态继电器，接通和断开加热管的加热电路。2个固态继电器，那是2个加热管。那这个大水桶就是纯水的，里面有那个散热管，看到了，里面还有加热管，水温低了它加热，水温高了它制冷。找一下这一套加热管是哪一个？是不是加热管漏电呢？顺着线找到了，里面还有一个加热管，这个不注意看都看不到。它们的零线是接一起的，我得掐断它。我是没想到它还有加热管，更没想到它有2套加热管。测一下哪个加热管有问题，光测零线就可以。这一个有问题，上面这是电磁阀，电磁阀没问题，另一组加热管没问题，就是这个加热管有问题，漏电。你看现在在测固态继电器的输出，就是接加热管这个线，
是测量这个火线，显示漏电的。热继电器在没有信号的时候，它的进线和出线是断开的，是不通的，这个火线是漏电的。它与这个零线是一组加热管，就是这个加热管在这里边，旁边是温控探头，这个应该是加热管坏了。那这组加热管先不接了，设备先开着用着，先干活。买回加热管以后，他们自己换。加热管是带丝的，拆下来扭上就行。这个位置有点不大对劲儿，我还以为是线头进水了不是，是加热管的问题。这组坏的先不接，把其他的先恢复电路。这个继电器这一头这个红线，我得给它拆下来，等换完加热管之后再接。这个线是漏电的。设备运行没问题。它这一开机是加热管先加热，两套加热管同时加热。这个线头我拆下来了，没通电。现在亮灯了，它的输入有电，它的输出也有电。看一下这个加热管的加热电流，就知道它的功率是多大。3.9安，3.9安乘以220，等于多少瓦？我数学学的不好，800来瓦。不大，这个加热管不大，还行吧，没给人修好，找到了故障，那就先这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多多指点。变频器一运行就报出一个故障代码，来个故障复位，复位以后再启动。一开机，它又变成这个故障代码了，断开总电源，然后再送电，再开设备，又显示运行，看着都很正常。1分钟不到，又显示故障代码，停了。看一下这个故障代码，输出电流超了，变频器保护了，可以简单理解为输出电流过大，或者电机有短路的地方，要么是电机电路有故障，要么是传动有问题，要么是参数有问题。刚才一启动又报这个锡3，这也是电流过大，这个代码就是给你指点哪个方向可能有问题。那就看一下电机，电机带着链条，链条带着钢轨，你看启动起来转动的很正常，这个设备的速度就要求这么慢。这刚启动起来不到1分钟，报故障代码了，过电流了。这个设备半年没开了，昨天试机正常，今天一开不起来，传动和链条都没问题。这下面还有一个磁粉离合器，断开离合器，把离合器断开，它这些传动轮啊什么的用手都能转动，所以说不存在过载或者拉不动，用手转动很轻松。看一下运行时的电流，才1点几安，1.26安，这个电流很小，这个电机也小，1.5千瓦的电机，运行的很慢，所以电流也小。电流会超吗？看一下运行时的电流能超多少。现在它的电流和旁边的变频器运行的电流差不多，设备在缓慢的运行，这样看很正常，很好跳了，就这么神奇。那是哪里的问题呢？是不是电机的问题？那就把电机线拆下来，这个线路做得很正规，用腕表测一下电机线圈正不正常，电阻3项线圈之间的电阻，测的线圈很正常，没问题，3项电阻都是一样的。漏不漏电呢？线圈一地线不漏电，线路也不漏电。这3根电机线我不接，你说变频器还会不会报故障代码？现在是赫兹达到电流，开机还是不行，不接电机也不行。这个代码的意思是减速过电流，这很有意思，都没开它就减速过电流，上面是横速过电流，这是减速过电流。过流保护，它参数里边有一个变频器的输出电流，就是额定电流，看一下它这个参数是多少。它这一参数从设定好就没动过，这都运行好几年了。3.4安，电机是1.5千瓦的电机，这个正常。看一下电机的电流，看不太清楚，我能看到是3.4安，它这参数没问题，人都运行好几年了。刚才排除了负荷的急剧变化、输出短路，还有个什么动作水平设定过高，搞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。这个参数在这儿，跟这个参数应该没有关系，把这个参数调低能不能好？试一下呗，反正不好再调回来。
它设定是200，那我给它调低，调100吧。反正感觉调这些参数没用，死马当成活马医，看能不能有效果。那边喊开机，这边回头一看，又报故障了，根本不行，还得再调回来。那跟转距提升有没有关系？降低转距提升。这是个4，往下降到几合适？降到1吧。再开，转起来了。看一下电流，电流1.3安，看能撑多长时间。马上都1分钟了，哎呀，又完了。打开变频器，是不是信号接触不好？也联系过厂家的技术，他们也怀疑是变频器不好。我把这一块拆下来，它这个设备放了半年，那跟接触不良有没有关系呢？越修越有点迷糊啊，实在找不出原因了。这都修急眼了，该拆的拆，只要是我拆了能装起来我就拆。我是想用酒精把这些插头、把这些插针都擦一擦，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？这些电路板插口也擦一擦，希望它能好点。这都捣鼓半天了，重新装起来，再开机，看能运行多长时间。还行，一直运行很好。他们设备开了很长时间，也没跳，活干了还不少，设备一直运行很正常。运行了几十分钟了，没跳，难道这就好了吗？反正我心里不踏实，总感觉它还会跳，因为它这个故障现象不是信号造成的，但是变频器它就是不跳了。它不跳我还不敢走，所以就在这等它跳。终于跳了，还是这个故障代码，只好用我最后一招绝招，没别的招了，变个魔术。如果不好我就没招了，上风扇给它散散热，给它吹吹风。你还别说，这么一吹它还真不跳了，干活的时间比刚才还长。它这个故障跟散热有关系吗？反正它电路板很热。这个变频器没有散热风扇，开始我还以为有，爬上去一看确实没有，别的变频器也没有啊，人家怎么能正常运行呢？所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呀。像这种是不是内部的硬件问题啊？这个对我来说确实有点难，水平有限，才疏学浅，请大家多多指点。